从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，张仪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加 2.9%， 旅客量冲到7040万人次，超越疫情前高位。按理说客流量越大，冷气和用水越多，水电费只会往上走。可张仪机场偏偏反过来，总用电量比2019年低了 19%， 用水量少了 24%。这并非靠随手关灯省出来的，而是系统级改造的成果。一个24小时运转的大型设施，到底怎么做到越忙越省？这不仅是环保议题，更是新加坡很现实的长期考量。这件事放在新加坡来看，意义更直接。本地天气热，冷气不是享受，而是日常运作的必须。办公楼、商场、餐饮后厨、数据中心都离不开。加上新加坡资源少，能源长期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，水电绝不能随意浪费。许多家庭近年对账单很敏感，中小企业更面临租金、人力、能源的3重成本压力。张仪机场就是这种压力的放大版，它是一个几乎不停机的庞大系统，航站楼、行李处理、空调、冷却塔都在持续运转。旅客增加，后台负荷必然放大。如果用传统思路，客流增长等于成本增加，机场越繁忙，财务压力越大。所以张仪机场这次不是在做表面文章，而是在处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：怎样让增长和资源消耗脱钩？它不是先讲环保再配合运营，而是先从运营效率下手，自然达成环保目标。这很符合新加坡一贯的务实作风。很多政策表面看是绿色转型，核心其实是风险管理与成本控制。在资源有限的地方，最昂贵的不是更新设备，而是容忍低效率长期存在。张仪机场没有靠压低舒适度来省钱，而是把原本浪费掉的能源和水一点点从系统里找回来。这就像公司管理或家庭开销，很多时候问题在于结构性损耗。张仪机场只是把这件事做到极致，应用在千万客流量级的场景里。接下来看最关键的一块，机场到底先从哪里下手？答案是最耗电的地方。先看电，机场这种大型建筑，最大的耗电户通常不是照明或扶梯，而是空调和通风系统。尤其在新加坡这种高温高湿环境，冷气不只是把空气吹冷，还要持续除湿，否则大厅再凉也会让人觉得闷。张仪机场这次最核心的动作发生在第1和第2搭客大厦的冷气系统升级。资料显示，机场更新了高效制冷设备，并在空气处理系统中引入模块化的电子换向风机，即工程人员常说的 EC 风机。传统风机多为固定转速，像一台一直踩着油门的车，人少时也照样全力运转，白白耗电。EC 风机则能精细调速，根据实时需求调整输出。大厅人流减少，外部温湿度变化不大时就降速，需要时再提升。放在全年24小时运作的机场里，累积起来的节电量非常可观。另一个关键是模块化。以前大型风机出问题，影响范围大，维修被动。模块化后，系统由多台较小单元组成，单台维护不会拖垮整个区域的送风能力，系统韧性更高。对机场而言，这不仅是省电，更是降低故障风险与维护成本。航站楼最怕的不是平时多花电费，而是高峰时段出现故障。张仪机场的思路很典型，不靠单一新技术，而是将设备效率、负载匹配和维护可靠性综合考量，这样节能就成了每天持续发生的过程。19%的降幅在机场这种庞大基数下非常明显。航站楼面积大，开放时间长，任何一项基础设备效率提升都会直接反映在账单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在旅客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，证明省下的不是服务体验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浪费。虽然许多国际机场都在做能耗管理，但张仪机场不仅是监控调参，而是直接替换高耗能硬件。前期投入虽大，一旦运作顺畅，回报却很稳定。对企业管理者来说，这道理很熟悉，一直靠人工修补漏洞，长期看反而成本更高。先把基础系统做对，后续每一天都在回收投资。张仪机场 19% 的用电降幅就是这样来的，后台机器不再做无效运转。电的问题讲完，下一步更有意思，因为它在用水方面做得比省电更彻底。
樟宜机场在用水上的做法，体现了新加坡一贯的务实，不是单纯呼吁节水，而是审视系统中是否有被白白排掉的水资源。答案是肯定的。以第4达克大厦 T4 为例，公开数据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项是冲厕所使用的新生水，从每月平均约500立方米降至18立方米左右，减幅超过 96%。厕所冲水是机场这类高人流场所中难以削减的固定需求。樟宜机场没有减少使用量，而是替换了水源，关键在于回收冷凝水。空调在制冷除湿时，设备周边会不断产生冷凝水，多数建筑将其直接排走，但在 T4， 这些水被系统性收集处理后，回用于冷却塔和厕所冲水。如此一来，原本需依赖新生水或其他供水的部分就被替代了。这并非凭空创造资源，而是让建筑内已有的水重新发挥价值。这与新加坡国家层面的水供战略方向一致。公用事业局 PUB 一直强调多元水源和循环利用，新生水 New Water 早已是本地水供安全的重要支柱。樟宜机场等同于将此理念缩小至单一建筑群内部，建立微型循环系统。国家层面旨在减少对外部水源的依赖，机场层面则是降低对新增供水的需求，两者核心都在于风险管理。冷凝水回收不仅节省水费，也提升了整体运营弹性，内部可调配水源增加，系统在高峰期运作会更从容，这对关键基础设施极具价值。除了水，樟宜机场也在补充电力，多个达克大厦屋顶已部署大规模太阳能系统，装机容量接近40兆风瓦，是本地规模极大的单一地点屋顶光伏项目。太阳能不仅是环保举措，对管理层而言更像是一种对冲工具。新加坡发电结构与国际天然气价格紧密挂钩，外部价格波动会直接传导至内部成本。屋顶光伏虽无法覆盖全部用电，但能在白天高负荷时段稳定供电，降低对外部电价波动的暴露风险。樟宜机场并非单纯节能，而是在重构资源来源，水从内部回收，电部分本地自给，再通过高效设备压低总需求，三者结合，才实现了客流增长而资源消耗未失控的结果。这套模式值得其他机构借鉴，它证明了无需牺牲服务体验，也能用更少的资源维持高效运转。把整件事放在一起看，樟宜机场最值得借鉴的不是某台新设备或环保标签，而是它的管理思路。客流量突破7000万，不代表水电账单必然随之飙升，只要基础系统设计得够精细，业务增长与资源消耗是可以脱钩的。对新加坡而言，这种思路非常切合实际。我们无法忽视外部成本的波动，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压缩基本需求来维持运作。更可行的路径是深化效率，建立循环机制，逐步降低对外部能源和资源的依赖。对企业管理者来说，这可能意味着设备更新、流程重整及减少无效能耗。对本地家庭而言，也可以借此重新审视每月固定支出中的结构性损耗。樟宜机场的案例传递了一个核心观点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是放慢脚步，而是让运作更稳健。如果您所在的行业也有这种提升效率、优化资源配置的实力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交流。若您觉得这类本地议题的拆解有帮助，请订阅频道。未来我会继续以理性的视角，为您把复杂的新闻资讯梳理清楚。